我们决策是靠理性还是靠直觉？之前毕老师讲到，他得到佛陀的3个礼物，而且不再相信自己所有的念头。在那之后，我又回到瑞典，开始阅读大量佛教书籍，特别向往泰国的森林僧人。有一天，我和我妈在一起，突然很清晰地意识到，我想出家。妈，我想到泰国当森林僧人。很好呀，你有认识的森林僧人吗？没有，我在书上看到过。你去过森林的寺院吗？没有。儿子，你确定吗？是的，我的父母还是像往常一样支持我。你的爸妈真的好宽容，在中国，你至少得被打断1条腿，不2条。我爸其实很保守，当我放弃大好前程，要出家修行，对他来说，接受起来当然有难度。但即使如此，他仍然支持我。当然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我还有2个兄弟。原来如此，这样会好接受一些。在中国，如果儿子出家了，父母通常都要1哭2闹3上吊。其实，无论父母对孩子如何，即使有一些不如意，犯一些错，他们已经尽力而为了。只有当你有自己的孩子时，你才能体会到为人父母真难呀。当我下定决心之后，我决定抛下一切，再加上瑞典当时是冬天，所以我毫不迟疑地离开了瑞典。1992年1月28日，我来到泰国国际森林寺院，这里是著名禅师阿姜查的道场。空气中弥漫着万金油和线香的味道。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人静静地坐在一个低矮的平台上，吃着自己锅里的食物。现场还有10几位来自西方国家的客人，他们都和我一样，想在这里出家。3天后，大多数人都离开了，因为他们觉得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期待的，而且生活条件很艰苦。我的决心并没有消退。几周之后，那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小仪式，于是我成了净人。净人就是白衣居士，负责开车、处理金钱，但是会逐渐进入正式的修行生活。3个月之后，我成为沙弥，有了自己的法号那提科，意思是在智慧中成长的人。阿姜查建立的修行体系受中国禅宗影响很大，包括你采用的观呼吸不同于传统方式，更多是强调舍心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也是禅宗的特点。赐予法号的这个习俗也是中国开创的，代表着重生，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方都没有。是的，但我非常喜欢这个法号，一直很喜欢。沙弥和比丘外表看起来都一样，但沙弥遵守的戒律比较简单。当了1年左右的沙弥，所有人都认可时，你才能成为真正的比丘。这时，你要接受更严格的戒律。在泰国，比丘要遵守227条戒律，而比丘尼的戒律有331条。比丘尼，泰国承认有比丘尼吗？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。按照上座部的传统，长期以来都是歧视女性，只允许女性成为十戒女，也就是白衣女居士，不允许她们受比丘尼戒，拥有比丘尼的身份。即使那些妇女再虔诚，承担了寺院的很多责任，认真守戒，认真修行，但她们却得不到应有的肯定，甚至还不被允许进入某些圣地。在缅甸和泰国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僧伽阶层利用他们对上层权力的影响力，一再阻止比丘尼僧团的重建，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冲突。目前只有在斯里兰卡才慢慢出现了非常少数的上座部比丘尼，因为那里的阻力比较小。是的，每个团体都必然有一些局限性。这个话题太大了，而且很复杂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谈这个话题，以后有机会再细说。我先继续讲我之后的经历。好，您继续。如果你会背所有戒律，你在僧众中会有一定的地位。在泰国本地出家的比丘，只有10%的人会尝试背诵，有很多人受教育程度并不高，而我们这些西方人大概有1/3会背诵。这很有难度，因为戒律采用巴利语，而且你要用极快的速度背诵。每个月的月初和月中都要有一个人当众大声背诵一次戒律，进行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这叫布萨。如果你能在15分钟内结束，你就能得到大家的尊重。我大概花了1000多个小时，终于学会了，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难的事情之一。
在西方，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：17年的出家生活，你真能做到不自慰吗？怎么做到的？我听说你的很多观众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。这是很多人共同的困惑，我也经常要回答。还有不少人会问，如果是在梦中遗精，算不算破解？我可以肯定地答复大家，这种非自愿的行为只算很小的问题，不算犯戒。在泰国，对生理上的遗精一般很宽容，每半个月，我们需要向大家发露自己的不良行为。这种轻微的违规行为通常只会引来尴尬和大家的笑声，但并不算是一件非常可耻的行为。我觉得这点非常人性化。然而，故意或者自愿的性行为是绝对禁止的。虽然我自己并不认为独身对心灵成长很重要，但这是出家生活中的一个环节，一个标志。一旦你选择加入这个团体，你就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。如果只是追求心灵成长，那并不一定需要出家。选择出家是追求更彻底的解脱，包括放下感情和家庭的责任，否则那只是谋生的一种方式。是的，可以这样说。每次布萨前，我们都要把头发剃干净，2人一组，面对面地坦诚自己可能违犯或者松懈的任何行为。比如，你明知不该打死蚊子，但你还是打了；明知是小强，但还是踩了，这是轻构罪，这是可以承认。但是，如果你犯了比较严重的戒律，就需要当众发露忏悔。佛陀说，有2种方式能保持静心，或者完全不犯错，或者坦诚自己的过失。坦诚过失有点像西方的告解，比如，如果你以被禁止的方式发泄欲望，就必须在大众面前说出来。通常，每次发露忏悔的就是那固定的几个人，他们会跪在地上说：“我可能做了一些关于什么不太好的事情。某天，我做了什么事？”布萨能让大家更开放、更团结，看清楚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，都有自己的烦恼和纠结，你内心积压的压力也就会缓解了。来自西方的僧人们还会举行交心会，发言者会说出当前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挑战或者高兴的事情。每个人发言时，别人不能打断或者评论。这样的形式挺好的。在中国，各种团体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也有交心会，僧团也有布萨，但现在都慢慢流于形式，走过场。内心的痛苦和煎熬，那些龌龊的事情都藏着掖着，没有互相的监督机制，这些活动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。泰国也一样，森林派就是因为制度的僵化、僧团的腐化才建立起来的。这有点像中国禅宗的兴起，但是僧团过着糜烂的生活，纸醉金迷，才有351中的灭佛，失去了经济上的支持，这才有禅宗兴起的机缘。背景都差不多。森林派的比丘一天只吃1餐，大多是通过乞食，完全不经手金钱。我们住在森林的高脚小屋里，睡在简单的草席上。你们不经手金钱，也是隔着一张纸吗？隔着一张纸。有的宗派所谓的金钱戒，只是让居士把钱装在信封里，不准裸露在外面，只要隔着信封，就不算碰到金钱。之后回到住所，关起门来，大家聚在一起数钱。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，类似这样的还有很多小窍门。在中国，这种现象也挺普遍的，大多数都只是生意了，而且更明目张胆。不，我们当时还是严格遵守的。我们生活的重点就是冥想，但我恐怕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冥想者了。我无法像你们亚洲人这样盘腿打坐，冥想超过半小时，我就可能会睡着。而且，我内心絮絮叨叨的自我批评一直是个挑战。虽然我经历过很多次密集训练，每天还投入好几个小时冥想，我还是花了很多年时间才能掌握它。18年前我也是这样，一坐下来就困，没多久我就被指导老师批评了。老师让我睁眼打坐，为了对抗困意，我使劲睁眼，不然眼皮闭上。我发现把视线抬高就不会那么困。之后指导老师又问我，干嘛一直翻白眼？过了好多年，我才发现问题出在哪里。哪里？思虑过重，精力耗散太快，但这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避免。只是有很多焦虑、很多自我批评的念头，这些是可以避免的。只要把注意力安放在适当的地方，事情做完之后，
或者事情已经无力解决，那就接受，好好休息，有张有弛，直到放下，或者先好好睡一觉，慢慢情况就会缓解了。你是翻白眼儿，我是整个人快趴下了，脸都快碰到地板了，赶紧瞄了一眼，看看有没有被人发现。虽然遇到很多挑战，但我从来不怀疑我出家的决定。在西方，我们强调的是理性，尤其是商业上，需要更多的逻辑分析和数据支持。但我一直认为，我们还有更好的智慧，就像那一直在提醒我的声音，一路引领我走向出家的路。森林派的祖师爷阿姜查也说，我们的理性就像一把砍刀，如果用这把砍刀切割塑料、玻璃、金属和石头，那这刀很快就钝了。但是，如果没有砍木头和竹子时，我把砍刀收入刀鞘里，那这把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锋利的。这是受禅宗影响的。禅宗更强调直觉，弱化理性分析。在禅宗，一用逻辑分析就要挨打。所以你认为直觉比理性更高级吗？我更喜欢称这个为当下的智慧，意识到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这个，就容易产生无尽的批评、矛盾和焦虑。只有放下这些念头噪声，才能为更明确清晰的念头腾出空间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您所说的当下的智慧，其实就是大家通常说的直觉。对于过分焦虑的群体来说，这是必要的，这样能帮助他们从无尽的思虑中解脱出来。而且直觉往往更快、更直接，决策更为迅速。这就像直播卖货，很多人没有经过比价，一眼看中就下单了。但是我们的决策能主要依靠直觉吗？如果医生只靠直觉看病，同一个病人，有的医生可能会让他住院，有的会让他吃点药，有的直接就送 ICU 了。法官断案如果只靠直觉，当法官精力充沛、身心舒畅时，那就容易把罪犯无罪释放，或者量刑比较轻。到了中午，法官觉得肚子饿了、疲劳了，就会加大量刑。这不是虚构的，都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。但当事人都觉得这是他们的直觉，并没有发现他们存在偏见。我们看到一个人时，常常会有第一印象，这也是直觉。但第一印象也容易出错，否则全球离婚率就不会这么高了。这还不算分手的。所以俗话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但同时也不能否认，当你接触成千上万人之后，你的第一印象会更准确。也不能否认，经过像乔丹、科比那样的反复训练之后，最终决定胜负的几秒，靠的就是他们的直觉。我没有贬低阿姜查的意思，而是说直觉和理性必须配合在一起，有时候以理性为主，有时候以直觉为主。直觉有时候需要理性检验，只要是人就有偏见。如果只是依靠直觉，看看人类延绵几千年的宗教史，看看那么多战争，哪一个不说自己得到了神的意志？我想我们并没有明显的冲突。森林派的确更强调当下的智慧，受到禅宗的影响，这也是事实。世尊如果不强调理性，就不会说四波阿含，但同时世尊也强调放下、平等，所以要走中道，两个要配合。我想阿姜查也是这个意思。有些分歧很正常，我们交流的意义就是发现分歧，发现自己的盲点。您继续分享出家的生活吧。好的，我原来以为出家之后就能享受独处，可实际上我们都是2个人住一屋，而且你不能选择你的室友，每个月还要交换1次房间，所以我就必须学会怎么与别人相处。距离产生美，距离没了，美也没了。我对每个人都有意见，看很多人不顺眼，当然也有人看我不顺眼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这样太痛苦了，唯一能解决的方法是，我必须接受他们原来的样子，他们的任性、反常和古怪的一面，而不是试图改变他们。这一直在训练我的包容性。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，即使世尊也不行。想着改变别人，这很难。如果靠语言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那这世界就没有战争了。是的，我一直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，后来我想清楚了，让所有人都喜欢我是多么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生活在森林，所以很多事情需要互相帮忙。
有些人虽然我不太喜欢，他们可能也不太喜欢我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合作。其中有些人，后来我们的关系就挺好的。不管我们做什么事，扫地、洗碗还是收拾东西，或者到外面给人讲法，我们都全心全意去做，这些都是平等的，并没有谁更优秀。在泰国，成为比丘10年以上，你就能获得阿姜的称号，在中文里就是清教师、阿舍离的意思。在亚洲文化中，寺院也带着家庭模式，住持就像是大家的父亲，有明确的阶层，住持受到大家的充分信任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我原来以为只是中国特色，看来在亚洲地区都挺普遍的。是的，但我们这些来自西方的僧人，更多是根据职场来过寺院生活。我们看待住持就像是我们的老板，大家只是分工和职责不同，他只是普通人，对他并没有完全的崇拜。这样挺好，盲目的崇拜通常会导致严重的后果。在藏地，他们要把自己的老师看成完美无瑕的神，所谓视师如佛，所有的错都是弟子的，老师永远是对的，对老师要无条件无底线的服从，这样的结果通常都是悲剧。这样的案例太多了。我也不喜欢这样，即使在泰国，我对他们坚持的一些观点也难以理解。也有人问，为什么像缅甸、斯里兰卡、不丹、藏地这些国家和地区，越是信仰浓厚，经济上反而越穷困？当然，在文化营销上，官方都要大力宣扬这些地方很幸福，人民很纯洁。而在瑞典，虽然很多人也有信仰，但我听说你们很少去教堂。哈哈，我原来就是研究经济的。瑞典人比较务实，你看出自瑞典的宜家、Volvo、爱立信和 Spotify 就知道了。现在已经有研究数据表明，参加宗教仪式越多，人们越穷困。参加宗教仪式频率和经济呈负相关。当人们把精力都集中在救赎上，集中在后世升天上，集中在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上，而不是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，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。但是，如果像大多数中国人一切向前看，以钱为信仰，这也不是什么好事。这是另外一个极端。这会导致人们越来越自私，所以中国成为世界卷王，焦虑症和抑郁症人数在快速上升，这也是必然的。不，我们的标准答案是一切稳中向好。务实的瑞典经济学家却来到泰国出家，追寻信仰之路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能理性和直觉并行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就跟你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我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。谢谢。